台北市相信好多人都已經去過啦，但係相比起咩景點出名嘅餐廳，我其實更加中意呢度文青嘅一面。而家就跟住我去睇下喺台北市裏面可以做嘅10件事啦。食早餐本來係再正常不過嘅事，但係喺台灣早餐選擇特別多，甚至有專係賣早餐嘅早餐店，真係揀早餐都揀到有選擇恐懼症啊！除咗周圍都有嘅典型早餐店之外，而家仲多咗好多靚到好似 cafe 咁嘅早餐店，下次去到台北可以試下啦。我中意台灣嘅食物，除咗好食之外，更加係因為佢嘅份量。無論係夜市嘅小食定係一般餐廳嘅小菜，都係細細份嘅，一個人去食都可以試到好多種菜式。更加唔好講話便當或者素食自助餐啦，啱晒我呢啲又貪新鮮又中意一個人去旅行嘅人。台北都可以話係台灣最繁忙嘅大城市啦，但同時呢度都保留咗一啲舊區，好似近大橋頭站或者相連捷運站嘅大稻埕。近年來，大家開始注意到呢度嘅歷史建築同埋百年老店嘅美食。本來以年貨、藥材、南北貨聞名嘅迪化街上面都多咗好多特色小店，有好靚嘅公平貿易商店啦，仲有台灣本地嘅設計品牌同埋好多嘅 cafe。租嘅 U-Bike 踩單車過嚟行下街，絕對可以消磨到一個下晝。台北有2間光點電影館，一間係喺中山站附近嘅台北之家，另外一間係喺華山文創園區入面嘅。呢2間電影館同一般嘅戲院唔同，成日會搞影展啦，放映好多題材比較特別嘅電影。例如我今次去嘅時候就上映緊一套關於藏傳佛教嘅電影啦。如果你嚟台北嘅時候咁啱喺週末，就一定要揾個市集行下啦。所謂嘅創意市集定義其實好闊嘅，主要可以分為手作市集啦，同埋二手市集。比較大型嘅市集每個星期都有舉辦，好似呢個西門紅樓市集咁啦。捷運西門站一出就見到，非常之方便。而即使你嚟嘅時候唔係週末啦，紅樓仲有個16工房嘅，裡面仲有好多嘅手作品牌，而且每日都開放。其他每個星期都舉辦嘅市集，包括有喺信義區44南村嘅簡單市集，主題次次都唔同嘅，同埋遠少少嘅位於天母嘅生活市集。可惜今次冇去到呢2個市集，反而去咗細少少嘅喺松山文創園區裡面嘅東西好文創市集，同埋喺圓山站附近花博公園入面嘅 Maji Maji。後者除咗少數嘅 vintage 或者手作商店之外啦，其實更加多係餐廳小食，有唔同國家嘅料理。呢度有時都會舉辦週末市集㗎，詳情可以留意佢哋嘅網站或者 Facebook。而喺市集區域嘅外圍，仲有一間好特別嘅超市，叫做神農市場，裡面賣嘅全部都係台灣本地製造嘅產品。到咗夜晚，除咗大家熟悉嘅夜市之外，最近喺台北仲開咗個新嘅貨櫃市集，就喺信義區101附近。最初睇到呢個市集，即刻諗起曼谷都有個貨櫃市集，又係賣唔同國家嘅小食啦，有小酒吧啦，而且設計得好靚。如果咁啱離開呢邊，都可以去行一行啦。台北嘅文創園區主要有2個，一個係比較新嘅松山啦，喺東區嗰邊嘅，仲有間好大嘅誠品。呢個係由一個有好耐歷史嘅煙廠廠區改建而成嘅。另一個就係華山1914啦，比較近台北車站。呢個就係由酒廠廠區改建而成噶啦。呢2個園區嘅共通點都係保留咗好多舊嘅建築物，但係內部都被改建為藝術空間。咁有時會搞下啲藝術展覽啦，有時會搞啲藝術活動咁樣。華山裏面除咗之前提過嘅光點電影館啦，同埋之後會提到嘅 Live House 啦，當然唔少得特色嘅小店。下次買手信就唔一定買鳳梨酥啦，可以嚟呢啲文創園區行下。時候幾乎日日都會用到 U-Bike， 上官網睇一睇啦，可以發覺依家嘅租還車點多到好誇張，只要登記咗悠遊卡或者一卡通就可以即時使用啦。嘟一嘟卡，拎走車，踩去你想去嘅地點附近，揾到還車點，泊好車，再嘟卡扣數就得啦。
夜晚踩住 U-bike 喺大馬路上面穿梭，或者喺河邊單車徑上面踩單車，我一直覺得呢個先係我心目中真正嘅台北體驗。台北嘅靚 cafe 有幾多就唔使我再講啦。近年來越嚟越多嘅動物 cafe 滿足咗我呢種貓奴狗奴嘅願望。今次特別想介紹一間喺台北後站嘅 cafe， 叫做浪浪別哭。顧名思義，呢度住咗好多非常可愛嘅流浪貓貓狗狗啦，等緊佢哋嘅下一個主人。呢間 cafe 本身都係一間溫暖嘅小店嚟嘅，有咖啡啦，有餐點。但我諗大家嚟到呢度，焦點其實都唔喺食物上邊，更加幸福嘅係一邊用餐一邊可以睇到可愛嘅貓貓狗狗，絕對值得嚟支持下啦。台北有好多嘅 live house， 其中最大嘅係西門紅樓嘅河岸留言，同埋喺華山文創園區入面嘅 Legacy。下次嚟旅行，夜晚唔止可以行夜市啦，仲可以揾一晚聽一場自己中意嘅 live music。24小時誠品咁出名，其實都唔使我多講啦。呢間書店位喺東區，交通方便，我諗好多人嚟到台北都起碼會揾一晚過嚟睇下書。當然啦，除咗出名嘅誠品之外，台北仲有好多更加有特色嘅獨立書店。如果你係愛書之人，記得去尋馬步啦。